做自由的模型，听这个为您分享。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模型分享。本期要和各位分享的是铁创近期要出货的新品 MG 新安州专用合金骨架。那么本款套件的定价是138元。这一次的盒子峰会算是和之前的风铃保持了一致，不过这一次的峰会图案是正确的，上一次风铃用的还是 AJE。这一次给的东西确实不少，所以盒子会很厚，分量感也会比较足。盒子内部是2个吸塑装，然后一大堆的板件。按照说明书的指示可以看到，本款模型是支持 OVA 新安州、卡板新安州以及支援翼的改件。合金含量以及板件数量也确实不少，并且在说明书上也标注了紧的部分是需要使用工具进行辅助安装，再来就是需要给它扭一扭再给它安进去。从最后的拼装体验来看，除了说明书上标注紧的部分，剩下的其实按照正常的组装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么在这一次关节的塑料件依旧是使用到了泡沫件，可以看到整体的细节以及零件的数量还是非常多的，并且这一次零件表面算是铁创处理的还是比较干净的。那么除了这些泡沫件以外，还有一些为了适配支援翼所提供的一些外甲的塑料零件，包括驾驶舱、胸部以及脚部，再来就是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地方了。可以看到这一次的板件应该算是翻模，而且翻模的质量我个人认为要比铁创的星灭好上很多很多，所以如果铁创下一款再出别的东西，可能它的塑料质量也能有提升。由于新安州本身也是属于大型机体，再加上骨架零件也确实比较多，这一次的合金零件是给了整整2大盒。可以看到在大盒里边基本上都是一些腿部以及胯部，再来就是胸部这样的比较大一点的合金件。这一次合金件表面上的处理以及一些打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工整的，并没有出现太明显的瑕疵，而且合金含量也是比较足。那么这一款套件的零件大概我们就先看到这里，剩下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本款改件的具体素质表现到底如何。那么为了本期视频素材，我个人准备的还是非常全的，主要就是高的 MG 卡板新安州、支援翼的新安州改件、万代 MG OVA 版新安州，以及我闲鱼上淘了一个速组的大班卡板原石新安州。那么也是想着用一期视频来给各位呈现一个最完整的状态。那么当前展示的就是本款套件能够拼出来的完整状态，实际上还能更加的完整。从铁创的剩余配件就可以看得出来，还包括了背包、小臂装甲、腰部、驾驶舱、脚部，还有脏手和盾牌之类的。这些零件主要是为了填补支援翼改件所需要的原本骨架零件，这个一会儿再来说。先来看一下骨架整体的状态，合金含量还是非常多的，并且在关节部分也是采用了螺丝进行固定，在腿部这个地方也是使用到了零件遮挡螺丝孔，但是把这个零件安装进去就很难再抠出来了，个人不是太建议安装。整体简单把玩一下，大部分的关节还是比较紧实的，不过我这个腰部平转稍微有些松，其他的倒是还好。另外针对支援翼骨架部分也是有提供大腿和手臂的更换零件，剩下的时间我们一个一个来换。首先要更换的就是万代 MG OVA 新安州，整个更换流程还是比较顺畅，没有出现太多的问题。不过腿部两侧的这个零件没有办法完全安装到位，这个部分挺麻烦的，需要针对卡损给它处理一下。老实说，单论给万代新安州的话，其实用处我感觉也不是特别大，我还真的不清楚原本骨架有啥大毛病。不过因为 OVA 新安州骨架的是 KPS 材质，所以部分位置会出现白痕，以及关节会比较生涩的感觉，加上零件偏软，把玩是需要注意的。然后来说一说装上外甲之后的骨架承重的一些问题。首先就是手肘部分活动起来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紧实，会比较顺滑。虽然是这么说，在单个手臂上装备盾牌和光束跳件的话，无论是肘部还是根部的把持力度，在各个角度下都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 OVA 新安州标配的组合武器就没有办法握持了，主要是因为 MG 新安州的可动手卡损比较短，安装比较松。不过想想这个武器也确实比较大，想握持也只能使用造人手了。虽然铁创也是有提供可动手，但是这个完全是为了填补支援翼的零件，和原本可动手没有区别，也无法握持当前的组合武器。腰部的后仰零件相对来说也会有一些松，稳定性并不是特别好。膝盖关节下端对比上端会松一些，脚下的卡扣也会松一些。以上就是我这一款合金骨架的问题所在，其他的部分都是保持在了一个比较紧实的状态。顺带一提，卡板新安州和 OVA 新安州是完全一样的骨架设计，所以卡板也是可以用这一套骨架的，包括高的卡新安州和万代的卡新安州。但是说实话，高真的没啥必要了。然后我们这边还准备了一台大班的卡板原石新安州用来测试。其实单看骨架的话，二者大部分的零件还是可以使用的，
剩下的时间一个部分一个部分来看。原始新安州和新安州的胸部的部分主要的区别就是胸部上方这个零件是有所不同的，剩下基本上是完全一样。在不更换零件的前提下，最后胸部拼出来的时候效果是这样的，上方会有明显的空洞。个人感觉，如果想要给原始新安州适配，就得舍弃这个部分的零件，用到原件。二者的手臂区别在于小臂的骨架零件，这个部分是不同的，但是内部骨架卡损是完全相同，可以通过替换零件再替换外甲，实现原始新安州的外甲更换，最后的效果也还是可以的。胯部大部分的零件都是完全一样，但是原始新安州前端裆部是有所改动，新安州这个部分不太适配，最后达成的效果就是除了裆部装甲，剩下的都可以使用。腿部二者主要是在小腿部分的区别会比较大，卡损和结构都不太相同。另外就是脚掌部分的零件也会有区别，更换外甲之后，也就只有这么几个零件是可以简单的更换使用。那么当前状态就是卡板原始新安州配铁创的合金骨架的状态。怎么说呢？因为后续万代要出卡 NT 原始新安州，考虑到应该不能完全重新设计骨架，所以就考虑用卡原石来测试一下当前的使用情况。最后的效果也不是太行，看看铁创后续会不会在胸部、裆部和小腿部分再单独开模出一套原始新安州专用的骨架了。那么以上就是最基础的组合方式，最后还有一个就是致人翼，不过厂的是个港独，然后现在的价格也是很贵，不太具备参考价值。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最后的效果。由于是全新的致人翼改件，所以制作上也是耽误了一点时间。这里拿出前年做过的高高新安州和致人翼的改件的状态来对比一下，可以看到铁创的合金骨架虽然可以配合致人翼完成大部分的零件组装，但是比如腰部动力管、胸部驾驶员以及武器配件这些都是没有的，这个是需要另购。并且由于致人翼改件本身的质量也比较一般，配合铁骨架整体的制作还是比较难受的，需要修件的会很多。不过考虑到也许大多数购买致人翼配铁骨架的玩家都有一定的基础处理零件的能力，这里我就不去过多的赘述，来简单的说一下问题所在。首先就是致人翼改件本身的组合度会比较差，大部分都是需要进行修件，尤其是各种电镀件和黑色镂空零件的安装会非常难受，再加上致人翼的漆面比较厚，而且没有隐藏水口，水口的尺寸还比较大，在剪带漆面的零件的时候，漆面的碎屑也是噼里啪啦的掉，建议把这个漆面给它洗了，自己重新喷。胸部上方的零件安装不进去，需要处理。致人翼背部的零件是没有卡损的，需要使用胶水进行加固。背包卡损安装这个位置不是特别好找，安装是比较费劲的。腰部的关节承受不住背部的重量会后仰，得益于本身的可动就不是特别多，这个部分的后仰不是太明显。手臂这3个外甲的安装也是非常紧的，这个地方都是需要进行修件。手臂后方的金色零件会很难安装，建议把漆面给它洗了。胯部致人翼对比原版是进行了延长，而铁创这个部分并没有提供延长的零件，安装以后会松一些，但不会掉。前裙甲的零件漆面问题并不是特别好安装，后裙甲安装是需要针对球形关节进行消除打磨处理。同时胯部零件可以使用铁创，也可以使用致人翼的，但是都需要打磨球形关节。腿部的外甲就真的是很难受了，不处理的话都安装不进去，尤其是电镀件非常难安装，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总的来说，想要直接致人翼配铁创骨架，除了需要补充一些零件以外，剩下的就需要多加费心了。针对昨天动态里各位讨论的买一套万代 OVA 新安州配致人翼，然后剩余的外甲配铁创骨架行不行？答案是可以的，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这样也算是有了处理剩余外甲零件的方案。不过动力管、武器、驾驶员这类的零件就需要单独处理了。综合来说，这一款合金骨架最适合的就是万代 OVA 或者是卡板新安州，高高的也能用，但是不建议。卡原石新安州、OVA 原石新安州 NT 以及即将发售的卡板原石新安州 NT 则是需要进行更改的，估计铁创要根据市场需求再决定要不要做一些为了原石新安州适配的零件。最后也就是致人翼配铁骨架，工程量会多一些，并且也算是一个成本低、效果也还好的选择方案。再就是像之前提到的万代加致人翼加铁骨架的组合，也算是最大限度保证了零件的利用性。以上就是我个人的小总结了。不过对于出 MG 新安州的骨架，我个人还是觉得 RD 新安州反而更需要这么一个加强的骨架。那么本期的 CGO 魔玩分享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如果各位对我的视频感兴趣的话，记得点赞关注支持一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